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歪。今天我們不做精工，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些我平常在用的這個化學藥劑。雖然說做精工它需要很多的精工設備，但是其實我們用到化學藥劑的時間其實也非常的多。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我平常會使用到的一些東西。當然，在這個我們在使用化學藥劑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一定要戴着手套，然後保持通風，環境的通風，以及佩戴口罩，這是安全上面必須得注意的事情。我會依照我不同的用途來跟大家介紹我用的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首先就是我們焊接的時候會用到的，平常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我會用的是像這樣子的膏狀的助焊劑，然後這個是液態的助焊劑，這兩個是我平常比較常在使用的。膏狀助焊劑我比較會把它使用在製作黃銅或紅銅上面，因為它的這個防氧化的時間可以維持比較久。然後液態助焊劑，用純銀的時候，或者是我焊接的接觸面很細微的時候，不能被膏狀助焊劑擋住的時候，我會用液態助焊劑。那這兩個是平常就會在使用的。然後另外呢，還有硼砂，硼砂我平常也會自己煮硼砂來當做助焊劑。那它的效果呢，是我覺得用在黄銅上面會很明顯的感覺到它自己煮的這個硼砂膏會比較好用。煮完也是像這樣膏狀的。通常我煮完以後，我有一個影片是教大家怎麼自己煮這個硼砂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剛好有一個這樣子的這個珐琅杯，我可以把它拿來煮硼砂。煮完以後，我還會把它放到研磨钵裡面，把它磨成膏狀，那這樣子在使用上面就會比較方便。然後這個自己煮的這個硼砂膏我是非常推薦的，因為這個硼砂很便宜，然後我們每次一煮就可以煮很多，然後也可以用很久。然後它用在黄銅上面的效果，我覺得比買來的現成的這種，不管是台灣的還是美國的，就是我們自己買來現成的這種膏，我覺得比他們好用。因為它比較不會有紅色的火垢跑出來。這個是助焊劑的部分，然後再來是清潔金屬的時候，我會用的是像這樣子的這個硫酸氫鈉。之前我也有一個影片教大家做 Super Pico， 就是超級制酸液，就是把黃銅上面的紅銅拔除的這種酸液，我會搭配像這樣子的雙氧水，這樣子的搭配就可以做這個超級酸液。這個酸液用到你覺得已經沒有什麼效果要拋棄的時候，一定要用小蘇打粉去把這個酸液做中和以後，大量稀釋以後才能倒掉。這個是酸洗的部分。然後在清潔的部分呢，我在清潔金屬的時候，我會用去污粉，比較大塊的，比如說紅銅或黃銅，有時候表面比較髒，你想要快速的清潔的話，我會用這種稍微有一點點研磨成分的這種去污粉去把金屬清潔乾淨，然後再來做焊接，然後再來跟大家講我焊接的部分。我大部分用的焊接是鼓風爐，那鼓風爐它必須要用去脂油，它才能製作它的燃氣。除了鼓風爐之外，我還會用小火槍。那小火槍當然就是像這樣子的丁烷的瓦斯罐。然後再來是染色的部分，染色的部分我會分成銅用的染色劑，還有銀用的染色劑。那銅用的染色劑，它對於紅銅、黃銅的效果都非常的明顯，很快就可以有氧化反應。那如果你是用硫化鉀的話，硫化鉀也有分塊狀的跟這種硫磺晶液態的。我會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用硫磺的話，你們可以去買這種硫磺晶。它可以放很多年，然後都不會變質。硫磺在染色的時候，它必須要加一點熱水，它對銀的反應才會比較快。那它的缺點就是，這個加了熱水的這個硫磺液，通常用個幾次它就沒有效了，它就会變成一開始是黃色，像這樣金黃色。那你只要加了水或加熱以後，它可能過一陣子它就會變成透明的顏色，那就完全沒有作用了。所以這個硫磺晶你可以，因為它很便宜，你可以用在比較大面積的物件上面，一次用完就可能就得拋棄，你也不會覺得太浪費。然後像這樣子的染銅劑，它都是可以回收再用的。那硫磺晶就不太，或者是硫磺塊比較不能重複使用。那我最常用的還是這個日本的這個染黑劑，
它可以重複使用，然後常溫下也可以用，不用加熱。然後這個是我比較常用在處理銀飾的地方。然後硫磺金的話，我會處理在比較大件的銀或紅銅上面。那染銅劑會用在紅銅跟黃銅上面，這兩個是可以常溫使用，或硫磺塊或硫磺金要加熱使用。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醋酸銅，這個是我拿來做銅綠的時候，可以搭配染銅劑一起用，可以在紅銅或黃銅上面做出銅綠的效果，它可以生成一些銅綠。然後這個醋酸銅呢，還有一個可以用的地方，就是我們如果在做金銀粒細工，就是 granuration 的時候，它可以拿來做溶接。這個如果有看我珐琅影片的朋友，應該也會看到我用這個來做溶接的這個液體。好，然後講完染色以後，我來講保養。這個是一般外面可以買到的這個洗銀水。洗銀水我比較少在用，但是有時候還是必須得用。比如說像銀鏈的鏈條，你沒有辦法用拋光的方式去處理到細節，我可能就會用洗銀水。用完以後，我再丟這個滾筒拋光機去處理。還有一個是銅的清潔劑，這個效果跟洗银水是差不多的，只是它是用在銅上面。然後還有一種是這種拋光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它就是有點像牙膏狀的，然後你可以擠一點出來，用布去推它，大部分是用在銀器上面，或者是銅器比較大面積的，你可以大面積的擦拭的時候可以用拋光膏。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我之前影片也有介紹過銅的這個氡化劑。氡化劑它就是可以讓銅比較對這個空氣中的氧化反應比較沒有那麼快，也是要泡一下，然後再晾乾。然後這個是銀的，有點像是保護劑，這個就可以防止空氣中的硫化跟銀產生作用。然後這個也是我每次在商品在出貨前會幫每一件商品塗的這個東西。然後再來有一個奇怪的這個素描的保護漆，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因為我有在做金屬繪畫，就是如果你在你的金屬上面用色鉛筆或亞克力做了一些表面的繪畫以後，你可以用像這樣子的保護漆去噴塗在上面。繪畫完一次以後，我噴上這個保護漆，它可以重複再彩繪上去，就是你可以疊加顏色，像油畫一樣，你可以把顏色疊加，每一層的中間再噴一個這個保護漆，它就不會跟下面的顏色互相干擾。這個是比較特殊的，這個應該大家比較少會用到。有一個東西我漏講了，我現在來補充說明一下，就是這個它是一種熱塑的材料，就是這種顆粒狀的粒子，然後它在加熱了以後，它會變成凝膠狀，然後等乾了以後，它又會变成固態，所以通常會把它拿來用作，比如說像製作工具，可以製作一些把手比較好用的工具，或者是你在鑲嵌的時候，它可以拿來堆在你的寶石周圍，拿來鑲嵌用的。然後也是加熱了以後就可以把東西取出來。我之前也有拿它來翻模，然後做鑄造，其實這用途還蠻多的，我覺得這個也蠻好用的。這一小坨就是我平常會用的一些化學藥劑，還有一般做金工的比較不會跟大家提及的這些東西。以上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如果大家對這些商品有什麼疑問，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拜拜。